5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苏林，祝贺他就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指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去年我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同阮富仲总书记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辟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篇章。我高兴地看到，两国各部门各地方正在加紧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主席同志一道努力，保持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好，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520讲话，国台办一连2天作出强力回应。继20号揭露赖清德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之后，21号发言人又将其演说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这一定性释放了哪些信号？陆续出台的反制惩戒措施涉及美方10多家企业及个人，都有哪些看点？来看报道。5月20号，赖清德接棒蔡英文，其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台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令人担忧台海局势的走向。这一话题也成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这几天的热点。那我也注意到，发言人连续3天向赖清德台独势力及域外势力发出严正警告。我在和参加记者会的国内同行交流时，他们都对赖清德之流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感到愤慨。大家都表示会积极行动起来，拿起记者手中的笔和摄像机，向两岸以及海内外舆论场揭露赖清德台独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本质，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的时代主流声音。实际上，全世界有183个国家与我们建交，这就是对台独最大的否定。近期也有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反对台独的正义之声。那我也注意到，国台办对赖清德演说的定性是台独自白，自白2字堪称稳准狠。这显示大陆清醒认识到赖清德的民意基础不足，在岛内是少数派，绝大多数岛内民众都是不支持台独。与会的境外媒体记者也在观察大陆方面接下来对赖清德之流将采取哪些反制和惩戒措施。外交部22号发布消息称，由于美方操弄乌克兰危机，对多家中国实体滥施非法单边制裁，以及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对部分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其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标枪合资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通用动力信息技术公司、通用动力任务系统公司、海岸间电子公司、系统研究与模拟公司、铁山解决方案公司、应用技术集团、阿克西恩特公司等12家企业，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高管人员名单则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的10名总裁及副总裁等高管，中方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来美加强对台军事勾连，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后，中方已连续多次对相关美军工企业及高管人员进行精准反制。这次被反制的美军工企业中，洛克希德马丁与雷神长期参与对台军售，性质恶劣，早前已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处以处罚措施。在军工行业中，这2家长期位居全球军售前3甲之列，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业务。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此前一天，外交部还宣布对美国威斯康星州前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采取反制措施。加拉格尔是美国国会的反华急先锋之一，曾于今年2月窜台，还是 TikTok 法案的推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进一步表示，加拉格尔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干扰破坏中美关系，性质和影响都十分恶劣。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对于顽固恶华反华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中方都将依法予以严惩。3月，加拉格尔突然宣布辞去众议员职务，有媒体曝光是因为他卷入了美国国防部的交易弊案。
深圳卫视注意到，他已经加入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这家智库近年来汇集了一大批反华政客和所谓学者。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供职于该所。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去年也被中国政府制裁。分析认为，近年来中国打造的涉外反制法律工具篮子日渐充实，在本轮精准制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等，都具有较强的穿透力。换言之，威力远比此前的工具要大。公号玉渊谈天曾指出，对公司的制裁，同时还可以穿透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探到其实际的控制人。这个实际控制人很可能是一个自然人。我们最终不是完全追究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而是去制裁实际控制人经营的其他的公司。近年来，美国干涉台海的方式越来越多，花样层出不穷。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反制的战略工具箱也在不断充实。除了我们针对美国公司、实体、个人越来越精准有力的制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都能够在美国干涉台海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职当天，赖清德厚颜无耻地鼓吹世界承认台湾，但事实是，世界上183个国家都与中国建交，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实际上参加520的所谓友邦代表也大幅缩水，与此前相比有3大趋势：一是参加的友邦代表人数大幅下滑，由于2020年未对外邀约，与8年前相比，这次参加的人数锐减1/3；二是参加的所谓邦交国数量骤减，8年来已经10个邦交国弃台而去，今年仅剩12个所谓友邦派员参加；三是参加人员层级降级明显，例如危地马拉总统阿雷瓦洛就明确拒绝出席，降级派外长参加。岛内舆论还注意到，民进党方面曾多次邀请目前没有担任日本政府职位的麻生太郎赴台参加，但遭到了后者的多次推脱，直至拒绝。我们只剩12个邦交国，这是硕果仅存的。那其实都被民党执政之后败光光了，包括我们非洲的友邦、中美洲的友邦，包括巴拿马、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一连串的。都是民党执政内一直断交啊。有岛内舆论认为，不排除近期再有友邦与台湾断绝官方联系。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马准威认为，危地马拉的可能性最高。5月初，巴拉圭总统也表示，不排除与中国大陆建交。此外，伯利兹、海地等国也在动摇名单之列。在蔡英文任内，我们断了10个邦交国哦。那断了10个邦交国，那现在看起来还有几个国家看起来是摇摇欲坠哦。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上来以后，马上要面临考不好是雪崩式的断交？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赖清德走马上任第2天，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帕罗林就对媒体表示，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并表示梵蒂冈可以考虑为此制定新的外交方案。观察指出，这一表态显示台湾失去欧洲唯一的友邦的可能性大增。对于梵蒂冈的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予以积极回应。近年来，中国和梵蒂冈保持接触，就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深入沟通。不断增进了解与互信，我们愿同梵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梵关系不断改善。台湾的所谓邦交国不断的减少，甚至最终消失，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也反映出了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外交部祭出反制举措的同时，国台办也连续2天发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21号的答记者问中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昨天的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台独立场更加激进冒险，大肆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住民自决等分裂谬论，极力祈求外部势力撑腰打气，妄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可谓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这充分证明其是岛内主流民意的背叛者，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刻意包装、欲盖弥彰地宣称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是我们国家的名称，这是在贩卖两国论，搞台独证明，表明其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露出台独真面目，态度极为猖狂，主张更加激进。必须指出的是，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仅没有回答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妄图改变两岸关系性质，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严重挑衅。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鼓吹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以台湾著名自觉来包藏台独野心。必须指出的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自吹自擂，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世界的台湾，无非是想祈求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撑腰打气，更加死心塌地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必须指出的是，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怎么奴颜卑膝，向外部势力献媚求援，也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台独是绝路，妄图以外谋独，只会自食恶果，棋子必将成弃子。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极力渲染大陆威胁、灰色胁迫，鼓噪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强化国防力量，发挥威慑力量。必须指出的是，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属中华民族，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是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我们必须反制，必须惩戒。台湾地区领导人煽动反中抗中情绪，妄图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祸。陈斌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讲话中打着和平共荣的幌子，空谈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两岸可重启观光交流，学卫生来台就学，让某些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其有改善两岸关系的善意诚意。必须指出的是，大陆居民、学生不能赴台旅游就读，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所造成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不仅不痛改前非，还给旅游、就读附加上双边对等的前提，这当中哪里有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改善岛内经济民生的真心实意？陈斌华最后强调，不管他讲什么、怎么讲，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有相当多的刻意包装、欲盖弥彰的部分。一方面，他非常激进地抛出各种各样的台独论调，但同时他也通过一些语言文字上的矫饰来粉饰太平。读完这篇回应，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为何说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书，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他究竟独在哪儿，他的台独谬论究竟歪在哪儿、错在哪儿。对于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第二次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来回应赖清德520讲话一事，您作何解读呢？我注意到，在赖清德520讲话刚刚结束之后，国台办和外交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也做出了严厉的回应。令外界没有想到的是，时隔一天，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再度对赖清德的520讲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大陆方面对于赖清德的520讲话反击的力道，而且反过来也可以看出赖清德这只捅的篓子究竟有多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发现跟过往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所有表态相比，陈斌华的这次对赖清德的520讲话的再回应，给人一种不落俗套、敢于打破传统、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具体来讲就是：第一，跟过往大陆批驳台独分子的错误言论时，一般只做原则性的回应不同，这是对于赖清德的520讲话，陈冰华是进行了逐条甚至是逐字逐句的具体批驳，并且每一条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第二，在520当天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赖清德的520讲话在表述台独企图时，采取了闪烁其词、欲盖弥彰的猥琐做法。按理来说，在一般情况下，既然你打马虎眼，那大陆在回应的时候，也往往只做原则性的回应。然而陈冰华这次却是罕见的揭掉了赖清德为自己精心准备的遮羞布，把他们一一摊在了阳光下，甚至连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敏感词都没有做任何的回避。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有句成语叫“有的放矢”，我们只有把这些问题摊在阳光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揭露、批判与反击。第三，跟之前相比，陈冰华杀出的这个回马枪，不仅更加精准，而且更加有力了。假如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就是更加强硬了，让人有一种看了非常解气的感觉。那在您个人看来啊，对于赖清德520讲话，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反击呢？首先，我们知道，在520当天的回应中，陈冰华将赖清德的讲话定性为了大肆宣扬台独立场和宣扬分裂的谬论，而在昨天的反戈一击中，陈冰华则言简意赅地将其定性为了赖清德的台独自白。我认为这4个字用得相当的简洁，相当的精准，因为赖清德520讲话中的台独言论，既不代表60%没有投票给他的台湾民众，恐怕也不能完全代表支持民进党的人。其次，陈冰华说520讲话态度极为嚣张，主张更加激进。很显然，这是在跟赖清德的前任蔡英文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因为赖清德不仅继承了蔡英文过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等等台独主张，而且更加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赖清德还公开喊出了台湾也是我们国家的名称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蔡英文的言论是隐性台独或者是变相台独的话，那么赖清德的台湾也是我们国家的名称这个说法，就是公开与赤裸裸的台独自白了。第三，面对赖清德的520讲话中的维持两岸关系现状说，陈冰华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赖清德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台海现状，指的就是台海现状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任行宣布独立。而陈冰华则指出，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我认为赖清德的台海现状说，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有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甚至岛内的那些所谓的邦交也是承认一个中国的，而且是有违于岛内的基本法律与制度的。相反，陈冰华的所说的台海现状，这不仅符合国际法，而且符合中国的国内法。第四，对于赖清德所说的所谓台湾著名自决论，也就是鼓吹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陈冰华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分子似乎认为，台湾的前途由他们自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符合所谓国际法的，并因此蒙骗了不少不明就里的人。但是这只是对相关国际法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理解，因为相关国际法同时还规定，著名自决必须得到所在国家的中央政府同意，就如同英国政府不同意，苏格兰就不可能进行独立公投，以及加拿大政府不同意，魁北克也不能举行独立公投是一样的。而在绝大多数大陆民众都坚决反对台独的大背景下，
北京是绝对不会允许台湾进行所谓的著名自决的。第五，面对赖清德在520讲话中鼓吹的要打造世界的台湾，陈冰华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的台湾说。我认为，相较于赖清德的说法，陈冰华的中国的台湾说才是真正符合国际政治现实与国际法的相关规定的，同时也符合当前台湾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实。陈冰华在回应赖清德的520讲话时还表示，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我们必须反制，必须惩戒。对此，您又作何解读？我认为陈冰华的这次表态是520以来大陆方面发出的最新也是最有力的一个表态，因为在520当天，国台办与外交部的回应中，更多的是原则性的表达反对态度，并没有说要进行反制与惩戒。那么怎么反制与惩戒呢？陈冰华后半句话中其实是做了进一步回应的。陈冰华说，台湾地区领导人煽动反中抗中情绪，企图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军事施压与军事回应绝对是其中的选项之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陈冰华在这篇再回应的结尾还重申，不管赖清德讲了什么，怎么讲，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那么，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说法？这是不是跟陈冰华所说的要对赖清德进行反制与惩戒产生了矛盾？对此，我的看法是，并不矛盾。因为第一，它符合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奉行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对台政策两手策略，也就是面对台独分子，我们要坚决打击，但是面对多数台湾民众，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奉行寄望于台湾人民绝不动摇的基本方针。第二，它说明大陆已经认识到了赖清德在520讲话中的激进台独言论，只是代表了岛内极少部分台独势力，并不代表60%未投票给赖清德与民进党的多数台湾民众，同时也不代表国民党与民众党。因此，大陆要将以赖清德为首的少数台独分子，跟多数台湾民众以及国民党和民众党做一个政治上的切割。第三，陈冰华之所以认为赖清德的520讲话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主要还是因为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广义上赞成维持台海现状的台湾民众，已经由过去的70%左右陡然上升到了90%左右。这是陈冰华这一判断的底气之所在。第四，我认为这背后还反映了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战略与战术，以及短期与长期策略的区别。从短期与战术层面来讲，在激进台独分子赖清德上台之后，大陆将会重点有针对性的遏制台独，但是从长远和战略层面来讲，大陆将会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执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赖清德520讲话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普遍失望且高度忧虑，认为其言论以抗陆谋独为主轴，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前景，恐让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还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520讲话显示出台独分子对大陆实力的恐惧，对台独空间压缩的焦虑，然后这种最后一搏必将迎来强力反制。本月20号前，岛内舆论及不少党派团体不断呼吁赖清德对大陆释出善意，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但赖清德520讲话充分暴露了其台独工作者的本性，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最新民调，53%的岛内民众不信任赖清德的两岸政策。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赖清德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把两岸关系定位成两国论，无视两岸之间最近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善意。我们很担心这样子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造成难以逆料的一个冲击。一句话就是依两国论，明确的台面化，想要来推动两岸关系，我感到忧心。
同样对赖清德台独自白不满的，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认为要对赖清德听其言，观其行。看3个月，看到底他是怎么做。岛内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指出，赖清德520讲话是掩饰和包装后的台独野心，实质是企图搞和平分裂，释放出敌意、挑衅的危险信号。演讲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善意，只看到高调的要搞两国论，根本是继续对抗、恶化现状。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也认为，赖清德已经把释放善意的路给堵住了。他之所以如此着急表现出台独本性，是因为他意识到留给台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知道他们对陈水扁2000年的就职演说，他的回应是听其言观其行嘛。那蔡英文2016，他的反应是未答完的考卷。那对赖清德的定位就是确定了啦。就是台独啦，也就是说不用听其言观其行了啦，也不用补考了啦，就是台独了。然后目前的定位是只有一句话，就台独死路一条。那他为什么选择亮牌？因为他觉得时间对台独不利。那时间对台独不利，就是我可能会被逼着要去谈这种问题。所以我就把我的底牌亮出来。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谢文吉认为，随着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升，台独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赖清德这次是企图最后一搏。赖清德走的是险棋啊，对，某种程度上他也知道后果，他认为是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后一击了。成则成矣，不成反正我儿子孙子已经做美国人了，我到时候乘浮浮于海，美国的这个飞机接我也走了。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认为，美国政府纵容了赖清德的此番讲话，美方使出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大陆，赖清德则甘当棋子。赖岳谦提醒，中国大陆并不惧怕美国打台湾牌。我个人认为是美国知道赖清德怎么写了，所以他讲的那套话什么，哎呀，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不变，你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不变是嘴巴，但是你的行为里面是告诉赖清德搞这两国论。赖清德当然就很开心了嘛，因为刚好符合赖清德的本意，赶快写出两国论。我看你美国，你一贯说一套做一套，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也没有那么在乎了，就是该打就打，该谈就谈，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杏仁认为，美国如果看过赖清德这篇文稿，就是错估两岸形势；如果没看，赖清德也未免太大胆了，自称两国，句句表台独心迹。这篇520文稿的后遗症恐怕将很严重。居然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牵扯到整个当时候郑成功时期、明朝时期，那我觉得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事实，可以看出他想要寻求文化台独的这个用心。台湾《中国时报》21号刊发社论指出，赖清德的讲话少见两岸联结的温暖，多的却是制造两岸对立的语言。这是民进党及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中两岸政策立场最硬的一篇，让社会失望至极。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赖清德的两岸政策论述让缓解两岸敌意的契机尽失，两岸关系已在谷底盘旋8年，未来4年台湾民众恐怕还得系好安全带。岛内学者也召开研讨会，分析未来两岸关系走势。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在21号举行的一场学术座谈会上表示，近期大陆各央媒评论用词都较国台办更加强硬。新华社则批评赖为麻烦制造者，且比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更毒，用词非常重。他认为大陆对赖清德的定性很难改变，转圜空间小。对于未来，王信贤研判，大陆对赖清德的施压政策将持续，各部委可能正在清点工具箱，相关政策会陆续推出。赖清德台独自白也继续撕裂岛内社会，蓝绿白三方在台立法机构上演全武行一事也持续发酵。根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支持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力挺改革法案，批评民进党的声量约占65%，赞同绿营论述的则不到15%。不少岛内网友呼吁下架民进党。赖清德520讲话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推升台海紧张局势，引发外界高度担忧。
21号晚，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更是以长篇论述逐条抨击赖清德荒谬言论。大陆方面的一系列批驳和反制举措将如何精准打击台独？两岸局势未来将呈现何种态势？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对话岛内时事评论员黎建南。讲的话出来以后，台湾很多很不安。我来到大陆，我要来大陆，我就接好多电话啊。哎，老大会不会打？老大，你是不是知道要打，所以你跑到大陆去？黎建南是台湾地区资深时事评论员，经常登上岛内的政论节目，并且拥有一个非常江湖气的绰号“黎老大”。如今，黎建南仍然以党务顾问的身份活跃于台湾政坛。黎建南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民进党方面在520之前曾放风称赖清德演说将不会挑衅，甚至还要释放善意，但现在看来是故意释放烟幕弹。赖清德当天所讲的内容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这让岛内民众十分担忧。他的这份演说完完全全就是一份台独的宣言，那您怎么来看？而且赖清德为什么要在此时如此挑衅呢？在台湾绿色政治人物呢，都想争一个位置，台独教父，他是有一点，就是说让大家注意他。如果他讲得很温和，没人会注意他。可是他现在这个，他就很了。但你有这个口气，你有没有这个底气？你只有40%的选票，然后立法机构，你是小党，对不对？给台独一个幻想。美国如果跟日本啊、跟菲律宾、跟澳大利亚，他们会支持台湾。但是他必须要很清楚，那个是你的幻想，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要照这个事啊，因为你要讲那么强狠的话，你哪来的底气，哪来的胆气？赖清德曾多次发表台独言论，并自诩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在选举期间，他多次企图摘掉台独标签，骗取中间派选民的选票。但上位之后，赖清德马上暴露真面目。一个在日本汉语的解释，务实就是我务必实实在在的实行台独，叫务实。可是，在台湾对务实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啊？我是台独工作者，但我不会冲动莽撞，不会走向死路的，我会顾虑现实的，所以我很务实。但是我们感觉现在口气是日本是我务必实实在在的台独看出来了，赖清德变成他的造业台湾人负担，所以这也是台湾人现在对他大家还是蛮担心的一个地方。那赖清德发表了这份台独宣言之后呢，国台办以及外交部都有发声，而且当天商务部也是使用了这个清单的制裁机制。那您怎么来看大陆的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对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以及外部势力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那么你赖清德讲这句话，那大陆当然不允许你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也知道你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呢，大陆会有一些一步一步的动作。那中国大陆也很清楚，我也不要给你一拳把你打昏，我让你慢慢感觉到，就是说大陆第一个追求和平，第二个要压倒你，不会很激烈的制服你。李建南注意到，赖清德走马上任前后，台立法机构内再次上演大乱斗，民代们代表民意，突出对赖清德的强烈不信任。他认为赖清德之前呼吁团结，但现在疲于自保。大乱斗的现象绝对会出现。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要低估了，民进党是搞街头作战出来的，民进党会拼命团结。为什么民进党会拼命团结？如果他丢掉了执政权，会有3000到6000个人坐牢。这法律讲，因为你贪的太明显了，你滥用这个钱滥用的太明显了，所以这些人也是保护赖清德权利不那个，也是保护自己啊。李建南表示，蔡英文执政8年是两岸关系不断下探的8年，大陆则不断释放善意，鼓励民间交流交往，但民进党十分惧怕这种交往，生怕真相被戳破，生怕年轻人不信民进党的那一套。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要合作，这个已经挡不住的民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民进党硬要阻碍来往，还有民进党在讲什么大陆会统战会什么。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所以一个真实胜过一切，然后真相胜过你多少谎言嘛。今年这个选举，
民进党最大的痛苦是年轻票是没有了。马英九第一次来，有些年轻人回去讲了，你最好到大陆看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他只有进步而已，进步的吓死你。台湾那必须要搞清楚，顺势而为是台湾的希望。那逆势而亡，你不要违逆这个一个情势。那这个也不是大陆不是靠武力威胁到台湾，大陆是靠它进步的魅力会吸引台湾，让台湾呢会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人心的回归，然后呢也是文化的回归，那然后呢整个呢就是2300万人的回归。赖清德刚就任就表现出了强硬姿态，但也有人说他是台湾地区历史上最弱势的领导人。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在结构上来看呢，赖清德有3大弱势啊。第一呢，就是在岛内了，他是继陈水扁以后的台湾地区选举中民意支持最弱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只得到了40%左右的选票啊，也就是说，60%的台湾选民公开高调地要求下架民进党，对他表示了明确的政治上的不信任。蓝白携手正利用加大改革立法机构力度的方式，强化对行政部门的制约。即使在民进党内部，蔡英文等人对赖也有不少的牵制等等。所以说，赖清德在岛内是有史以来最弱势的领导人。第二呢，就是在两岸的互动中，大陆所拥有的优势和强势越发的明显，政策上的成熟度也越发展现出来，国际上的影响力迅速的提升，也不仅仅是表现在所谓邦交国的变化啊，是一个全面的变化。总之，在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上，大陆的快速成长反衬出台湾现在相对动态的一种弱势，而且不仅仅是硬实力，更是在政策成熟度、内外秩序建构等等综合影响力方面全面表现出台湾目前的这种弱势。这是两岸力量关系的基本事实，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在中美涉台博弈当中台湾的分量呢似乎越来越轻了。尽管美国最近为了牵制中国发展，需要更多的打台湾牌，理应呢更重视台湾才对。但是呢，由于台湾本身的力量、政策的自主性和存在感，以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态势等等，就使得美国在打台湾牌的时候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特别是这个赖清德这种个人很偏激，并且也不务实的这种政治性格，也有很强的不信任感。台湾在内政治理以及涉外事务上表现出来的无能或者腐败等等，也使得美国对台湾正在失去信心。另外呢，民进党自身呢在执政方面的无能，形成了缺水、缺电、缺人才等5缺，台湾民众的烦恼很多。赖清德呢不顾岛内台湾社会这些行政治理经济民生各方面的诉求，还整天的忙于政治、意识形态等争斗。这一次的就职演说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赖清德的这种弱势、无力感以及焦虑。赖清德这次演说当中用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态度来表达他所谓台独工作者的政治特色。但是呢，由于他处在上述这样一个3弱的基本力量格局之中，他只能表面上展现一些强硬的姿态，但实际上很难办成什么事儿，不过是一种色厉内荏的政治表演和宣泄而已。从赖清德的520演讲来看，赖当局似乎越来越朝着以美谋独的方向发展。那对于这一趋势，您有何观察呢？这次赖清德的520演讲，除了色厉内荏地做了一番台独自白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完全投靠美国，投怀送抱，鹦鹉学舌地照搬美国的所谓涉华叙事方式，对大陆进行了一些恶意的诽谤和攻击。今天的美国呢，为了牵制中国发展，需要加大台湾牌的分量。当台湾当局的力量不堪重负的时候呢，那么实用主义的美国就要更多的直接介入台湾，干脆就把台湾这枚棋子直接抓在自己手里，直接当了民进党的家。但是呢，
美国要进行这个权力转移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两难的困境。第一，就是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权力弱化，现在在岛内啊，民进党很不得人心，社会各界是冤声载道。美国这样一头撞进来，很多针对民进党的子弹，结果就开始射向美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呀，岛内各界是一片骂声啊，包括民进党内的一些人也在批评赖清德不知轻重。而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很合理的就在质疑并且批评美国，你作为赖清德演讲的审稿人，是不是也在犯同样的毛病，甚至于更恶劣？因为人们在质疑美国自己不敢和大陆对抗的时候，却在拿台湾当枪使来试探大陆。这种批评当然是合理的，也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困境。第二呢，就是中美互动中的一些复杂性。中美啊正在构建相处之道，并且逐步走入了止跌企稳的缓和态势。在目前大选之际呢，又有俄乌、中东冲突的压力，美国当然不希望再引发台海等和中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美国现在是既要继续牵制中国发展，但是又不敢过分的冒险来得罪大陆。所以呢，对于赖清德的政策就呈现出一种两难的困境。他既要让赖清德强硬一点，加大其表面的对大陆的牵制作用，但是又不敢过分强硬，因为美国可能更怕赖清德一旦捅出篓子来，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风险，或是给北京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机会，或是给美方出难题，这都会使美国遭受不可承受之重啊。第三呢，就是美国呀，仅靠自己介入台湾问题，他觉得不够。他还想拉着其他的盟友，比如说在北约或者是美日韩的聚会的时候呢，咱们注意到美国也在把涉台的议题加入其中，逼迫各方来表态。但是这里啊也有很明显的两难困境，比如说啊，日本呢是其中最积极介入美台关系的，并且一上来就以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种特殊的表述方式，把美国涉台的那种模糊战略置于一个困境，逼美国不仅在涉及钓鱼岛等问题上表态直接介入，而且要在协防台湾加日本的这个重大新议题上表态，绑架美国。可见啊，美台关系正在出现的权力转移也并不顺畅，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焦虑的表现之一。各方何去何从，还有待观察。在当前南海局势因菲律宾频繁侵权挑衅中国而持续升高之际，3艘印度军舰日前抵达马尼拉访问，还将与菲律宾海军举行演习。一段时间以来，印菲间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印度在其中打着怎样的算盘？来看报道。据《印度时报》21号报道，印度海军东部舰队司令丹哈尔海军少将指挥德里号导弹驱逐舰、沙克蒂号补给舰和契尔丹号反潜护卫舰19号抵达马尼拉，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报道称，这是印度为加强与友好国家海上伙伴关系而进行的南海远程部署的一部分。丹哈尔宣称，印度和菲律宾有着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秩序方面。两国海军有着深厚友谊，都努力利用一切机会参加海上伙伴演习。除进行联合演习外，访问期间，菲律宾和印度海军还将进行各种专业互动，包括主题专家交流会、互访舰艇、文化访问等。值得注意的是，印菲海上力量近段时间的互动趋于频繁。上月，印度海岸警卫队的一艘污染控制巡逻船访问了马尼拉港。去年12月，印度海军卡德马特号反潜护卫舰也访问了菲律宾，期间还与菲海军举行联演。但此次印度海军访菲，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军舰实力上，都比之前有了明显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当前中菲关系紧张，而印度则在陆上边界问题与中国存在争端，两国此时展开军事合作，无疑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我想这种军事合作呢，其实在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菲律宾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的一种策略。同时呢，印度呢也想从其干涉南海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牵制
中国在陆上捍卫边境的资源和注意力，所以呢，两者在对抗中国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达成了一些共通性。这就是双方所要传递的一些信号。作为此次赴菲律宾的3艘军舰之一，德里号是印度海军多用途导弹驱逐舰德里级的首舰，1997年11月服役。该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6700吨，最大航速32节，续航力5000海里，主要用于防空、反舰、反潜作战以及协同航母行动。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1月，德里号完成了为期近1年的现代化改装。除了更换雷达和电子设备外，德里号最大的变化是撤换掉原舰首的4座4联装俄制天王星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取而代之的是2座4联装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增强对海打击能力。印俄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被认为是印度的明星武器，其采用了小型整体式冲压发动机，速度2.8马赫，基本型的最大射程可达290公里。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做到了一弹4吃，除了能从水面战舰、潜艇上发射外，该导弹还有3联装的陆基发射车型号和空射型号。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努力扩大布拉莫斯导弹的外销市场，菲律宾是其客户之一。就在上月19号，印度交付了菲律宾采购的首批布拉莫斯反舰导弹，这是印度首次向其他国家出口该导弹，也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国防出口订单，合同总价值达3.75亿美元。菲前防长洛伦扎纳曾形容，这款导弹将成为菲律宾拥有的第一种具有威慑力的武器。根据规划，布拉莫斯导弹将最先装备于菲律宾陆军，用于执行近海防卫任务。此外，菲律宾空军也将装备该型号的导弹。这种局面的形成呢，实际上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呢，会有极大的不利影响。它实际上也刺激了地区，就是东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给地区造成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观察指出，过去印度在南海问题上基本保持中立，但去年6月底，印菲外长在第5届印菲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联合声明中提及所谓南海仲裁案，被外界解读为印度态度发生了变化。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海洋政策倡议负责人阿比吉特·辛格还声称，鉴于印海军实力有限，以及优先关注印度洋地区战略，印度单独在南海推行对抗战略并不明智，需要联合美日澳菲一起对抗中国。今年3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菲律宾时重申相关立场，并称要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安全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时回应指，海上争议问题是当事国之间的事情，任何第三方无权插手介入。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在南海问题上正视事实真相，尊重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及地区国家为南海和平稳定付出的努力。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和印度加入美日印澳这个4边机制，以及积极的在美国印太框架的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的框架下发挥作用的这整个一系列的举动呢，是具有一致性的。所以呢，这个在美日澳和其他域外国家持续的呢在南海兴风作浪的同时呢，印度也加入其中，使得整个的局面呢更加复杂。在访问菲律宾之前，印度海军编队此前还到访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在分头访问越南金兰湾和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刘畅认为，印度是不具备拉拢更多东盟国家搅乱南海局势的能力的。一方面是中方有很强的反制能力，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除了菲律宾，也对域外国家搅乱地区局势的意图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相关国家也并不支持菲律宾方面近期撕毁与中方的君子协定、升高南海局势的行为。深圳卫视注意到，在非主流媒体《马尼拉日报》曝光电话录音，证实该国一位海军将领与中方官员就南海风险管控达成的共识的消息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将这位军官解职，并宣布对他进行调查。在22号的听证会上，这位非海军军官否认与中国达成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回应表示，无论是中
中非之间就妥善管控南海局势达成的君子协定，内部谅解还是新模式，时间线都清晰明确，事实板上钉钉，证据确凿无疑，谁也抵赖不了。菲方将有关当事人解职，恰恰说明中非曾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过共识。菲方出尔反尔，倒打一耙，恰恰证明其在仁爱礁问题上心虚了、胆怯了，也证明菲方是背信弃义、侵权挑衅的一方。